未來3年最核心的日系穿搭趨勢老前鋒。這一集呢，我們將繼續盤點另外5個高品質競攝日牌，並且試着能給大家講明白，憑什麼日本會是罕有的能跟歐洲老牌在競攝賽道上呢掰掰手腕的服飾產地。那麼呢，咱們繼續盤點。第6個品牌 Aura Lee 這幾年在我們華語潮流玩家群體中呢，討論度越來越高。而實際上呢，品牌在多年前就已經走出日本，常出現在歐美穿搭博主的節目中。而且呢，大量知名的歐美選品店都有進貨，實打實的在賺進每刀歐元。有歐美的時尚媒體報道說呢，Aura Lee 用素材極致主義已經成為呢日本現代的 Komite Garçon， 或是呢用吉Yamamoto。而顧客的評價更直接，歐美傳統的奢牌在 Aura Lee 的極簡設計、奢侈用料，重點是呢超低價位面前，真的一個能打的都沒有。元哥個人是覺得呢，這一次盤點的10個日系老前鋒品牌中呢，Aura Lee算是能跟前文提到的 Komori 並駕齊驅級別的品牌。主理人岩井良太極有可能會是後日潮時代的未來10年的下一個 Nigo。岩井良太呢，1983年出生於日本兵庫縣神戶市。神戶呢是日本最早開放的口岸之一所以是一個非常洋氣的城市。岩井少年時呢就展現了對服飾的巨大興趣，從中學開始呢就在當地的古着店打工。專訪中他表示，這一段年少時的打工經歷呢對他的設計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發現呢，在大量的古着進貨中呢，只有少數服飾能在跨越數十年後仍然保持光彩和魅力，歷久彌新。而這一種服飾呢都一定有2個特點，一個是呢剪裁極簡又經典，二就是呢都使用了優質且堅韌的原材料。在當時，快時尚或是呢街頭圖案服飾正是最流行的時候，而年輕的岩井呢已經對流行服飾不再有興趣。他的夢想是開一家自己獨特品味選品的古着店。隨後呢，岩井進入了著名的日本文化服裝學院，畢業後呢加入了一家歷史悠久的日本傳統針織老廠，成為設計師。在開發原創的紗線過程中呢，他對面料紡織有了更深刻的體會。而終於呢，時間來到2015年，岩井良太正式創立品牌 Aura Lee。在採訪中呢，他透露他其實並不知道 Aura Lee 這個單詞的含義，只知道呢是一句歌詞，而這個名字呢給了他一種陽光灑滿身上的溫暖感受。創立之初呢，岩井的思路就非常清晰，給品牌定下了 timeless 和素材先行2個基調。其實這根本也就是呢發揮他自己最擅長的2個領域。2018年 Aura Lee 品牌獲得了 Fashion Prize of Tokyo 大獎，這個大獎呢被稱為日牌進軍歐美時尚行業的入場券。2019年 Aura Lee 正式在巴黎時裝周開啟 T 台秀，微寬鬆剪裁、溫柔的色調為巴黎時尚界呢帶來清新之風。而之後呢，不斷的發布新的大秀，不斷拿新的大獎，似乎就成為一個快速循環，沒有坎坷不平品牌一直在疊加成功。2025年品牌成立10周年，岩井良太在接受媒體 Wallpaper 採訪時表示呢，這10年對他來說快得像一場模糊的夢。那麼呢，來看一下品牌的幾個代表作。品牌的牛仔系列一直名聲在外，最早出圈走紅的單品之一呢就是這一條 Hard Twist Denim 5 Pocket Pants， 看似極簡但充滿細節，版型介於直筒和微喇之間，做了輕微的牛骨以及呢熨燙褲線。面料據說是呢品牌在岡山老廠定制的，不會像卡其系單品那麼重磅，更柔軟舒適，洗水加工呢也很獨特，非常輕微。這條價位呢是37,400日幣，從最早推出到現在從未漲價，極度良心。順便說一下呢，這個系列呢還有一個寬褲版本寬鬆微追，定價相同。另外呢，品牌的 Baby Cashmere 毛衣呢也是定番作之一，原料產地是蒙古，價位的話呢，原領是74,800日幣 ，Polo 領呢77,000日幣，同樣呢常年保持良心定價，在歐美市場人氣超高。再就是呢，品牌的基礎款襯衫呢也是超熱門單品，使用的埃及長絨棉紡織面料，染色呢是品牌標誌性的輕柔染色，定價39,600日幣，非常暢銷，基本上呢上架即售空。襯衫的話呢，順便還要推一下這一款的 Super Light Wool Check Shirt， 使用呢 Super 120S 的超細精梳羊毛，貼身穿呢也超舒適，價位49,500日幣。品牌呢也不全是走 CP 值路線也會有不少的頂級配置的狠貨。這一款外套呢主體材質是 Cashmere，輕盈溫暖，價位
費呢是驚人的374000日幣。總之呢，聊到這裡，大家也發現了呀，Aura Lee的一大殺手鐧呢就是價位，讓剛剛開始想要嘗試老前鋒的新手呢可以用超低成本入門品牌，同時呢又提供進階款的選項，工藝上呢可以達到讓你驚嘆的水準。雙重的組合拳落在歐美精品大牌的身上呢，可以說是拳拳到肉的攻擊呀。不過呢，這裡元哥也要負責任的提醒一下呢，可能是市場驅動的影響啊。Aura Lee品牌的設計呢，越發的趨向歐美人的喜好。那麼在上集中啊，我們提到的歐美人和亞洲人的骨骼差異的問題，也會成為呢我們華人潮流玩家們一個要注意的點。建議呢不要看網圖，直接找代購拿貨，還是實際試穿感受一下是否適合自己呀，更保險些。入手的話，還是建議來品牌的青山旗艦店，款式比任何一家選品店都全。不過呀，注意趕上新品發售的時間點呢，很容易排隊。同樣呢，在元哥的會員專屬青山逛街攻略中呢，有明確的入店路線指引。總之啊，Aura Lee品牌呢，在全球市場的成功，讓日本製造呢再次證明了自己的實力。頗有當年呢豐田汽車進入美國市場的那種勢頭。那麼也許有觀眾會問了，為什麼日本會出現這麼多優質的老前鋒品牌？憑什麼日本的時尚產業可以跟歐洲幾百年的奢侈品行業掰一掰手腕呢？想要解釋日本在老前鋒產業上的優勢呢，就先要談談整個日本的經濟以及社會文化的巨大劣勢。而在此之前呢，還必須先鋪墊一個社會學的理論，叫做呢奢侈品羞恥效應，指的是呢在經濟蕭條時期啊，當平民為了基礎的吃喝生計發愁時呢，富人們會收斂自己的作風，停止任何炫富的行為，以免引起仇恨和口碑風險。而這個效應呢，在時尚界其實啊早已數度輪迴。2008年金融危機後呢，Phoebe Philo 執掌的 Celine 就很快的以極簡主義橫掃時尚圈，取代了之前超熱門的波西米亞風和 bling bling 風格。而老前鋒的興起呢，大家應該也注意到了，正是在2023年開始。當時呢，全球正奮力的走出疫情陰霾，從百業凋敝中呢開始復甦。這樣的前提下呢，富人們會大大收斂，他們選擇呢穿着一件雖然標價要到$5000，但外觀呢卻很類似 Uniqlo 的非常不起眼的 Loro Piana 羊绒衫，既能滿足自己的舒適，又能獲得同圈層的認可，還能避免社會道德審判。所以老前鋒呢，在社會心理學上的本質是呢，避開他人的注目視線，同時又能獎勵和滿足自己的一種社會現象。這也是為什麼老前鋒會起源自經濟持續衰退的歐洲。你可能見到美國的 rapper 滿身鑲鑽金鏈，好萊塢明星或是科技大佬一擲千金買私人飛機或比利佛豪宅，卻無法說出歐洲的製造業強國德國的首富是誰，他們的豪宅在哪個位置。同樣的，日本在經歷了90年代的經濟泡沫崩潰後呢，進入了長達30年的經濟倒退期。這30年來，平民邊還房貸邊積攢憤怒之火，可以說呢，把奢侈品羞恥這道菜呢烹調到了最濃烈的口味。你會發現，絕大多數日本明星，包括天王中的天王木村拓哉呢，都不會輕易的在任何場合穿上精品大牌。元哥這裡呢分享一個有趣的舊聞啊，2024年紅白歌合戰，日本的國民級歌手星野源在演出時呢，因為戴了一條 Tiffany 的項鏈，被網民爆出呢價值1200萬日幣，而引發大炎上事件。星野源呢因此備受批評，網絡大量留言說呢，項鏈太傻啦，我都沒聽你唱的是什麼，這麼貴的項鏈，果然明星就是好賺啊。比較搞笑的是後續啊，在2025年的紅白歌會上呢，星野源戴的項鏈被網民爆料只價值3.8萬日元，也因此呢口碑大回春，網民紛紛留言啊，這才是我熟悉的那一個鄰家哥哥。所以呢，在日本的輿情大環境下呀，日本富人們紛紛選擇隱身。你旅行時呢，會發現啊，在日本街頭很難看到勞斯萊斯或是邁巴赫這些豪車，這是因為呢，日本的富人們從不穿明顯 logo 的頂級奢牌，座駕呢會選擇豐田 Century， 而富人們的安靜奢華消費需求呢，自然也成為巨大的市場空白。於是呢，就漸漸湧現出來這麼多的元哥今天盤點到的日系老前鋒品牌。當然呢，另外一點啊，跟日本有着100年歷史的紡織業以及呢工匠精神有關，尤其是毛紡織等天然織物這個分類呢，和歌山的吊邊機、尾州的德產毛紡織機、岡山的豐田牛仔織布機，很多日本紡織行業的職人呢，仍然按照經濟上行期時啊那個
黃金時代的行業標準來生產面料和縫制服飾，而日本的人力成本雖高啊，那也是相對的，比起歐洲來呢，仍然低了太多。日本勁奢風品牌啊，極具競爭力的價格，絕對也是一把揮向歐洲老牌們的利劍。那麼呢，咱們繼續看看還有哪一些日系老前鋒品牌，也許值得我們這些消費者呢，從傳統的歐洲精品大牌上移開視線，開始關注日本設計師的新品。如果每一個老前鋒品牌啊都是套公式一般，把經典款換個頂級奢侈面料，那麼呀未免太乏味了。終於呢，時間來到了2019年，一個新品牌啊，而且是很有可能在未來呢成為現象級的老前鋒品牌誕生了，就是呢接下來我們要聊的 Hario。而這一個初出茅廬的日系設計師品牌，之所以推出後呢就能一戰成名，還能進入今天咱們的榜單呢，肯定跟他的主理人大島裕幸在日本潮流圈的江湖地位是分不開關係的。是的啊，相信你也聽到耳朵起繭了。大島裕幸呢，同樣畢業於日牌主理人的搖籃文化服裝學院，這一個呢日本時尚行業的常春藤名校，跟前篇提到的口茉莉的小森呢也差不多。畢業後進入了頂級選品大集團，也同樣的從事過選品和設計師兩種工作，也同樣的成功跟日本時尚行業的神級大佬金子惠治呢達成了某一種亦師亦友的關係。金子惠治啊是著名的選品店 The Shop 的主理人，圈內頂級買手啊，被稱為呢對不知名品牌有點石成金的神奇能力。大島裕幸和金子惠治呢，以及被稱為褲裝神級品牌的 NEAT 的主理人西野大志，三人呢共同成立了一個潮流主理人組合 Mr. Weekend。虽然是三個大佬玩票性質的周末聚會娛樂項目而已，但也足見呢友誼的深厚。我猜大佬金子惠治對大島的認可呢，也建立了他獨立出來做自己品牌的自信。2019年創立個人品牌 Hario， 是兩個單詞 Heritage 和 Will 的組合，代表了呢未來的傳承的意味。我們來看一下品牌的設計風格很明顯，傳承呢體現在對經典服飾的原型的參考以及呢工藝的講究，而未來呢則體現在對現代都市生活方式的理解。面料呢必須有所革新，比如呢選用細膩舒適的 cashmere， 或是呢超絲滑的 swim 棉布。那麼呢來看一看品牌的代表作，這一款呢看似簡單的圓領毛衣實際上細節講究極多。材質呢是 Golden Cashmere， 據說呢僅佔 Cashmere 全球產量的 0.1%纖維細度達到了變態級別的 Super 180S， 為的呢就是貼身穿上那一種頂級的舒適感。主理人說，設計的如此極簡就是為了讓大家忘掉款式，感受面料，展示面料。這一款呢是品牌的定番神品，長期保持入手困難的狀態，價位呢102300日幣。這一款呢雙褶氣 No 休閒褲，版型和細節呢都按照經典古着款還原，面料呢使用日產高級的有機棉斜紋布，價位呢44000日幣，屬於呢品牌設置的入門款。而這一款開領 Polo 呢也幾乎是每一個老前鋒必開發的經典暢銷款式了。Hario 的話呢每年都會小改款，但主要還是在材質上下功夫，使用日產100%真絲布料，光澤感非常到位，價位呢61600日幣。這款拉鏈毛衣呢同樣老前鋒味道十足同樣使用 Golden Cashmere 材質，價位呢143000日幣。比較有趣的是呢，品牌也會做不少非常偏向阿美卡基審美的單品，比如呢這件外觀非常傳統的 Chambray 襯衫49500日幣，軍事風保暖大衣132000日幣，經典的雙膝工裝褲價位呢66000日幣。總結下來Hario 給元哥的感受就是呢大方向把握得很好，把 New Vintage 跟 Old Money 做結合，這確實是一條無人探索過的路線，非常有新意，也值得我們期待。但目前是一個還在摸索期的年輕品牌，設計風格呢還是稍顯分裂從市場的反應來看呢，也是老前鋒的單品更被接受。希望主理人呢能在日後做出更為融合兩條路線的驚豔新品出來，讓日系老前鋒賽道呢也更豐富有趣。入手的話呢，目前品牌沒有自己的店，需要大家在日本的各家選品店挖掘一下啦。想要更及時的了解像 Hario 這樣的既小眾又有趣的新日牌呢，是時候考慮一下元哥的 YT 頻道會員服務了。每周六固定更新一期會員專屬節目，這個節奏呢穩定了2年左右了。而日牌新星呢就是固定的欄目之一。除此以外，日潮本周新品推薦和點評、打折資訊、會員專屬的穿搭主題策劃、日本小眾好店購物攻略、會員專屬 QA 直播，都僅限於頻道會員才能看到哦。只要在 PC 網頁上
上啊，點下加入按鈕，得到第一手的日本在地潮流資訊，就這麼簡單。看了這麼多的日系老前鋒設計師品牌呢，下面給兄弟們介紹一下呀，日本時尚圈子的另一股力量——工廠系品牌的魅力。用料品質不輸，且在價位這點上啊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個品牌呢就是 Batoner。Batoner 成立於2013年，但實際上啊，它背後的母公司是有着75年歷史的山形縣針織老廠。多年來呢，一直為 Comme des Garçons 這樣的精品品牌客戶們代工。而到了2013年，第3代繼承人奧山幸平接過了家族企業的接力棒，面對山河日下的代工生意呢，第3代的奧山決定銳意創新，創立自家品牌 Batoner。沒想到啊，憑借多年的針織技術的累積和品質優勢呢，以非常合理的價位，還真是走出了一片新的天空出來。Batoner 呢是典型的沒有什麼市場廣告預算，全靠口耳相傳而漸漸銷量走高的那一種慢成長型品牌，而口碑啊就來自多年代工的經驗和技術。舉例來說呢，比如獨家的 Solid Wool 素材呢，就是針對傳統羊毛織品的起毛球、刺癢感以及呢洗涤後就變形這3個痛點來做改良的，用多年研發的高捻密織技術呢，來達到親膚感和抗變形，讓羊毛織品的壽命啊也大大變長。那麼具體來看一看品牌的單品如何？這一款呢拉鏈毛衣是品牌最初的成名作，當然呢也是代表作，款型啊可以說屬於非常刻板印象的老前鋒款式了。簡潔的銀色光澤拉鏈呢，不僅是都市感的標誌性視覺符號，也方便你呢選擇今天把它拉上來內搭，還是呢拉開來外穿。材質啊是剛剛提到的品牌獨家研發的 Solid Wool。這一款的話呢，價位是37,400日幣，超強的 CP 值啊，讓這款非常搶手。同款的圓領無拉鏈版本呢，價位就更低，30,800日幣。順便還介紹一下呢，品牌同材質的圍巾啊，因為堅固耐用，同時呢不刺不癢的觸感啊，口碑非常好，經常呢被日本雜誌評為送禮神器，13,200日幣。用高級羊毛來制作原本是其他材質的日常基礎款式呢，也是品牌比較常見的設計思路。這一款呢用美利奴羊毛來制作的圓領大學 T 呢，價位37,400日幣。純羊毛材質的夏季開領短袖襯衫呢，參數做到了 Super 160S， 不僅呢透氣不貼身，手感啊也極度的絲滑，視覺上啊有高級面料的那一種垂墜感。這一款呢35,200日幣，大家也看出來了，作為工廠系品牌啊，確實把價位壓到了非常極致的水準 ，CP 值絕對是Batoner品牌的殺手鐧了。基本上呢，各家日本的大型選貨店啊都會選上幾件，所以呢入手也蠻方便的。如果想找到款式最全的店鋪呢，自然還是品牌自家的旗艦店了。當然位置啊也是稍微有一些不太好找，在元哥的元素地毯式購物攻略的會員專屬版本中呢，有詳細的到店指引。那麼呢，聊到極致的追求 CP 值啊，甚至是到了可以用上平價2字來介紹的日系老前鋒品牌呢，元哥就要聊到這一個超小眾呢，但也是超新興的品牌 Conair。這個品牌啊，是元哥之前為了策劃會員節目中的日牌新星欄目而發掘到的新創品牌。節目上線當時啊，就很多會員兄弟給出了超高的反饋評價，還有的兄弟留言說呢，看完節目馬上就出發前往品牌，在代代木的門市去實地探訪，果然啊非常滿意。一般來講呢，每次提起一個日牌呢，元哥都會按照這個模式來介紹，先談到它背後的主理人是誰，它的設計理念如何有趣或超前。而這個品牌呢正好相反，它的主理人西村林太郎稱自己為 Conair 的創辦人，而不是呢主理人，而他也完全沒有那種呢從小就在追逐的設計師或是古着店主的夢。西村畢業於一橋大學的商學部啊，畢業後誤打誤撞進入了面料商社，成為 sales。工作多年後啊，他發現到服飾產業啊，簡直是一個層層剝削消費者的產業。一件大牌的6萬日元的夾克呢，其中5萬用來支付經銷商利潤、東京青山的店租、時尚大秀和廣告行銷預算，只有1萬日元呢會給到面料呢以及縫製工廠，而工廠啊往往因為簽訂了保密協議，所以呢沒有消費者知道自己買到的這一些國際大牌服飾呢，其實是這一些幾十年技術熟練的職人的作品。
於是呢，學商的西村就想到啊，如果消滅所有中間環節，那麼即使加價1倍呢，這件夾克也不過2萬日元而已。這一個商業模型啊，非常成立。說幹就幹。2022年呢，這個沒學過服裝設計的商社出身的年輕人呢，開始試水推出自家的服飾。2024年 Silknap 牛仔褲呢，意外的在日本的社交媒體走紅，這給了西村啊很大的信心。2025年呢，西村正式注冊了 Conair 品牌，並嘗試呢在東京開設快閃店。那麼來看一看呢，這個聽起來似乎不怎麼靠得住的品牌啊，到底憑什麼樣的單品能進入今天元哥的盤點榜單中？先說一下品牌的成名作，這一條呢100%真絲纖維擰成紗線後呢紡織成的牛仔面料，這種工藝啊極度複雜，毫無疑問呢都是頂級奢牌在用的。那麼看一下價格呢 ，Conair 定價24200日幣，是不是啊大跌眼鏡？這一款呢基礎款的襯衫面料使用的是精品品牌中呢也屬於最頂級的 Super 160S 級別的精梳羊毛，貼身舒適，光澤高級，甚至呢連紐扣啊都是天然水牛角材質的。這種配置只能說呢精品品牌啊都很少這麼下成本。那麼看一下價格呢 ，Conair 定價23100日幣，看到價錢倒抽一口冷氣的程度啊！這一款 Polo T Super 170S 級別羊毛，日本頂級代工廠手工縫制，價格呢25080日幣，太誇張了吧？這款開司米爾毛衣算是品牌呢比較有細節設計的款式，41910日幣。那麼元哥來總結一下呢 ，Conair 這個品牌呢就很像那一種呢工程師思維啊，很喜歡堆配置。誠然呢，品牌不是沒有缺點的，它的設計上只能用保守2字來形容，缺乏設計基因和品牌辨識度，廓形呢也很普通。但是呢，一平遮百醜啊，它的價位實在是低到離譜的程度。元哥是建議呢，大家可以把這個品牌啊當做頂級奢華用料的 Uniqlo， 嘗試一下呢，從入手品牌的最基礎的內搭款式開始，比如呢圓領毛衣或是襯衫，舒適感上啊肯定是沒問題的。總之呢，不管怎麼說呀，多一個攪局者，也許會對呢那些已經習慣坐在功勞簿上數錢的大牌呢起到一些鯰魚效應。對消費者來說呀，多一個選擇總不會是壞事。入手的話呢，目前品牌已經在東京的代代木開設了旗艦店，有興趣的話呢，可以去逛一逛。那麼呢，來到了最後一個品牌，肯定還是不能錯過日潮中啊走歐系設計路線的頂級大佬南桂枝的 Graph Paper。不過呢，這個品牌啊已經太多次出現在本頻道，元哥已經做過品牌的東京旗艦店的探店攻略，解說了全部支線和定番單品，以及呢無感店鋪的超前理念。2025年的金元獎中呢，品牌榮獲人氣冠軍啊，這支影片中呢也能看到大量會員兄弟們的真實的對 Graph Paper 的購物體驗分享。那麼這裡啊就不重複了，有興趣的兄弟呢，還請在頻道中往前翻看一下。以上呢就是全部10個老前鋒日牌的盤點。當然，日系老前鋒是否真的流行得起來，或者說呢，這10個品牌到底有沒有資格進入榜單？以上呢也只是元哥的一家之言啊。我想各位愛玩穿搭的兄弟呢，都會有自己的想法，也都歡迎呢在下方留言討論。我知道呢，其實穿搭玩家中啊，也有不少對老前鋒批評的聲音，覺得這一個新起的穿搭方向呢，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的，不過是用面料鄙視鏈來取代呢 logo 鄙視鏈，這根本不是自洽與自信啊，並沒有走出社交攀比的循環。我想啊，這種情況肯定也是有的。不過我覺得呢，至少有一點啊，作為消費者的大家也都會認可，就是呢，在講究剪裁啊還是圖案的喧鬧的時尚界呢，多了一種老前鋒的選擇，就像在商圈鬧市呢，多了一家幽靜的咖啡館一樣，讓喜歡安靜的喝杯咖啡的這一部分顧客呢，也多了一個好去處。還是那句話，多一個選擇總不會是壞事。那麼呢，關於日系老前鋒，元哥就聊到這裡了，咱們下周6中午的新節目再見面啦。